选家用车，舒适、空间、安全是最基本的3个需求。但是现在随着国内新能源车市场越来越卷，消费者的需求也不仅仅满足于此了，还想要一些格调和美学设计。那现在啊，长安启源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新车 A06。那这一款车呢，又能兼顾实用性，又能兼顾格调。所以啊，今天带大家一期节目来看一看这一台车。第一眼看到长安启源 A06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台车看起来啊，真的是很美，是经过大师打造的一台车。因为你会发现它整个车身的元素啊是非常简单的，你找不到很多繁杂的元素，但是呢，又与这种自然之美，然后和科技结合的非常好。它在中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融合点，而且啊，一些细节看起来是非常高级的。那首先啊，就是这个车漆，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说的。我们今天拍的这个银色的车漆啊，你会看到它看起来是有这种清漆感的，里面还带着一点点的珠光的感觉，所以就看起来特别的质感，而且特别的有高级感。它这个车的机盖呢是面积非常大的，所以你从前面看过去，它是有自带宽体感的，就感觉这台车真的非常的显贵。而且它还采用了一个这种溜背式的一个设计，然后这个车身侧面呢也是没有腰线的，看起来是比较圆润的感觉的。我觉得还是比较符合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一些审美的。而且这台车整体的设计是非常耐看的，因为它车身的元素真的很少，大机盖上面2条金线凸显了这台车的力量感，然后一个贯穿式的一个灯带，发光的启源的 logo 加上封闭式的前格栅都能凸显它是一台新能源车的身份。车身侧面有几个比较值得说的点，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它19寸的轮毂了。其实这个轮毂造型的设计，我觉得属于中规中矩吧，但是啊，为了体现它的年轻感，给搭配了一个这种橙色高亮的一个卡钳，让这台车啊就更加的有活力了。然后无边框的后视镜看起来是非常时尚的，还有半隐藏式的这个门把手，在这个浑然一体的同时又不影响使用。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无边框的玻璃啊，让这台车看起来高级感也更足了。虽然是一个大溜背的设计，但是一会儿进去你就知道了，这个设计既不影响储物，又不影响做人。它尾部的设计也是个偏方正宽体感的一个设计感觉，然后加一个贯穿式的一个灯带，然后尾部的元素啊也不是非常的多。说真的，最近长安集团下面几个子品牌的新款啊，我觉得颜值设计的都是非常在线的。像这种轿跑设计的车啊，大掀背的尾盖虽然看起来是非常好看，但是啊，下面的空间确实是够人一梦的。家用来说肯定不太够使，但是啊，启源它在下面给你设计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下沉式的一个储物空间。这个空间啊，你买的什么大米呀、面呀，然后包括一些什么大袋的狗粮啊，全部都可以放下。后备箱的一些细节，包括灯啊、挂钩啊，然后这个外放电的电源呀，而且这里还有2个按键是可以电动去放倒后排座椅的。放倒之后几乎是一个纯平的状态。那放到纯平之后，像一些比如说大的雪板啊、大的露营装备啊，包括你在这里放一个垫子，露营的时候让宝宝在这里玩都是完全可以的。那除了这个后备箱空间之外，还有一个前备箱空间可以供大家使用，所以说也让这一台车的这个空间的利用率更高了，也更加的好用。车长4885毫米，轴距2922毫米，因为它是依托于 SDA 智能汽车平台打造的产品，所以说它的这个内部的得房率啊也是非常高的，高达90%左右，所以说也让这一台高颜值的车的内部空间变得更加的好用了。这个后排的空间感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大概身高是170左右，坐在后排啊，我这个腿部空间包括我的头部空间都是非常宽裕的，然后后排这个坐垫的长度呢也刚好能够承托住我的膝盖，坐在这里也是非常舒服的。而且这个后排座椅呢，你可以电调至最大角度是145度，也就是说你可以半躺在这里，然后把中间这个扶手放下来之后啊，也有杯架，包括一些储物格。其实像这个后排宽度啊，你偶尔坐3个人在后排的话，也不会觉得拥挤。所以说这台车的后排空间真的是非常的好用。后排呢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小冰箱，说真的，这个冰箱的容积啊虽然不是很大，就像这种水啊放2瓶是差不多的，但是偶尔啊，比如说你要放一些你的一些小饮料啊，或者给宝宝放一点小辅食什么的，那肯定是够使的。然后这里呢也安排了这个空调的一个控制面板，分区的出风口，然后这边有一个67瓦的一个 Type-C 的超充口，这边还设置了一个 USB 的口。前排2个座椅后方也设计了一个扩展口，可以去接一些 Pad， 让你这一台车啊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拥有冰箱、彩电、大沙发。天幕的尺寸真的非常大，做了防紫外线的处理，但是如果你觉得还是有些晒的话，那你就可以啊把这个遮阳帘给它关上。而且后排的舒适性可选配置也非常的多，后排座椅这里有一个面板，通风、加热、按摩功能，包括遮阳帘都可以通过这个面板去进行控制。所以说，如果你对舒适性要求很高的话，你去选择高配版本，也能够让你的后排乘客拥有一个非常舒适的体验。这辆车内可以说是一个越级体验了，它整体车内的座舱给我的感觉还是非常有质感的，更像是一台卖差不多30万左右的一台车。那其实这台车
啊，它大面积的全部都是这种软质皮质包裹的，所以看起来啊就是质感满满，轻奢感满满。然后它上面也是搭配了很多这种银色这种小的装饰，然后加上一些这种黑色，然后带条纹的饰板，所以就看起来啊又年轻又高级。然后在科技感方面啊，它也不输啊，3块大屏幕全部都给大家搭载了，而且尺寸和显示度啊，我觉得都算是这个价位区间做的比较好的了。然后这套车机系统里面呢，我觉得它的菜单是非常清晰的，几乎啊你是不用翻很多次，然后才能找到你想要的功能的。然后并且它也支持语音交互的，而且车上4个座位全部都可以呼唤它可以精准的识别每一个座位的需求。那中控的一个部分呢，它是采用了这种50瓦的一个快充，然后手机的放置位，然后这里呢因为是怀档，所以它这里也有一个储物空间，是非常好用的。然后杯架的这个直径也非常的大，大杯的那种星巴克的咖啡都可以放下。然后这里还设置了一个非常有科技感的一个按键啊，你可以通过它去比如说控制这台车的多媒体功能等等。虽然有冰箱了，但是啊扶手箱的空间也是不小，它是一个恒温的扶手箱。我觉得啊，如果作为女生来讲的话，一些化妆品放在这里啊，我觉得还是非常友好的。那另外啊，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小设计，就是这个屏幕下方它设计的一排按键。这个按键呢，它是物理的实体按键。如果说不喜欢操作屏幕的朋友，也可以啊去通过下面这个拓展的一个条，然后来去控制这些空调的一些常用的按钮。这个呢，它是可拆卸的。其实一台车的质感，它除了大面积的皮质以外啊，就在于一些小的细节。为什么我说这一台车的质感真的算目前我试到的车里还不错的？那首先啊，比如说像这个音响这个面板，它看起来是非常有高级感的，然后加上包括它的这个眼镜盒，然后那边的每个扶手它全部都是皮质，而且这个缝线啊是做的针脚非常细密规整的。然后呢，这里还有一个挂钩，然后这个挂钩呢也是这种银色的，然后摁出来它整体的阻尼感也非常的好。其实豪华就是细节，豪华就是冗余，在一些车上的小细节当中更能看出这一台车的质感。其实这一台车啊，它真的是可个性化定制的东西非常的多。就比如说我们点开这个驾驶之后啊，它里边的驾驶模式有自定义模式，自定义模式它可以去选择你的动力类型，而且它的能量回收，它不是说像很多车一样它只有2档3档可选，它是可以从0%到100%，你自己通过这个滑动条来去调节的。那同样啊，转向啊、制动啊，全部都是这样去设计的，所以它的个性化真的满满。但是如果说你是小白，你不知道该如何去设置多少的话，它每一项下面又给你了3个按钮，比如说转向风格这里有轻柔、标准、沉稳，制动这里也是有舒适、标准和运动的。它每一个按钮都会对应着一个固定的值，就方便你各种各样的人群去进行操作。起源106呢，它是搭载的这种800伏的高压平台的，然后它也有快充功能，几乎是可以实现2秒充1公里的。那比如说从30%充到80%，仅仅需要9分钟。所以说它虽然是一台纯电车，但是它充电速度快，也让我们最大程度上的去避免了这个充电焦虑的问题。今天我们开到这一台车，它是一个630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正常家用来说是完全够用的。偶尔你过年回老家跑一个这种小长途啊，其实也是完全够使的。加上它的快充功能啊，我觉得家用来说这个续航里程数是非常好用的。而且它有一个外放电功能，它是支持6000瓦的外放电的。如果说咱偶尔啊需要在路上，比如说接个小电去烧个水啊、喝个咖啡什么的，它也都能够支持。这台车呢，它是前双压臂加上后5连杆，所以整体开起来我觉得感觉啊是比较偏舒适的，也比较适合家庭去使用的。当然啊，每一个家庭成员他对于驾驶包括程度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有的人家里的女主人就喜欢我想开的舒适一点，那男主人又想觉得啊我想开的运动一点，更加激情一点。所以说这一台车的这个个性化啊，真的是能够满足每一个家庭成员的一些驾驶需求的。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去把这一台车整体调的偏运动感或者是偏舒适感一些。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家用车来说啊，还是一个比较新颖的一个点的。那另外呢，我觉得这台车整体的这个悬挂做的没有那么的软，因为如果其实纯电车如果你做那么软的话就容易晕车。其实这一台车给我的感觉还是一个不容易晕车的一个状态，因为它是一个纯电车，它的100公里加速非常的快，但是啊在刹车的时候它有一个舒适制动功能，这个制动功能它有3档可调。这前2档啊，我觉得这个舒适制动功能的这个并没有说非常的明显。当你调到这个沉稳那一档的时候，这个车上成员的体感会更加好一些，没有那么的有那种点头感了。但是油门给我的感
觉啊还是非常舒服的，非常成线性。那如果说你是刚刚拿驾照的朋友啊，其实你也是能够完全去驾驭它的。那今天我们在场地当中也是试驾了这一台车，其实整体在比如说像是绕桩啊、金卡纳环节的时候，然后还有一些过减速带环节的时候，因为它整体是一个轿跑的设计嘛，然后它整体的重心我觉得也不是非常偏高的，也是一个偏低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它在急速过弯的时候，它整体车身的侧倾抑制的，我觉得还算是做的这个价位区间比较不错的产品了。然后过这种练速减速带的时候啊，它整体的这个滤震处理的也算是比较干净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台车的驾驶对于这个价位区间来说啊，还算是比较好开的了。那在智能化方面，它也是搭载了这个天枢的智能辅助驾驶的。那其实像这一套系统，我觉得正常在这个高速当中用啊是完全够用的。如果说你过年的一些包括长途的一些旅行的话，那其实它这个功能能够帮助你去减少很多驾驶的一些疲惫。但是城市当中啊是需要这个后续的 OTA 来进行升级的。这台车据说是定到15到20万级别的，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价位区间来说，其实这台车整体的各个方面还是非常有性价比的。因为啊，它在这个整体满足你家用需求的同时，又带有一些格调感，所以在一众家用车当中，它还是能够脱颖而出的。